今天我这个心情其实还是挺小小的波折，因为你早上不是给我发了一个观众朋友的留言嘛，对，对吧？我在看啊，你是大骗子啊！对，说这个你们那么多马国小马粉啊，意思说啊马来西亚说的这么好啊，且不说什么这里人听不懂英语，然后还说哎呀过来以后你看会碰到新移民的各种问题，什么家庭服务啦，到英语啦，到什么填表的了，哇哒啦哒啦哒啦，说了好多好多，就是哪有那么多人想来马来西亚呀？他也真是搞得好像是中国人都没脑子啊，自己不会去想，其实这不都是自己的事吗？且不说什么马来西亚不能移民，我们也没做这个生意，对不对？我觉得他这个想的可能是也是太好，这个事情呢就开心，就像马来西亚人说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开心你愿意就来，你就不行啊，人家又不是什么拖着你要来，是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不愿意来的朋友？我身边，我回想去年来的时候，我朋友们听到我要来马来西亚，基本上两个主流反应，第一个是我也想来啊，然后第二个是说马来西亚很排外啊，你疯了吗？还有一个觉得是想来，但是有很多外界因素和内在因素导致他来不了。我跟你讲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啊，我一开始很兴奋的，因为自己来啊，真的是觉得马来西亚好，对吧？那我们当然不希望就是说我们这小小的能力影响到马来西亚的什么通货膨胀啊、国民素质啊，这个没有的情况下呢，我介绍我素质不错的朋友，你看啊，我去年10月份我跟他聊天啊，他是这么说的我看他呢挺苦恼的，因为在国内呢，说实话做我们原先那些猎头的生意，你也知道猎人头现在已经 OK thank you。猎头生意啊，去年很惨淡啊。很惨淡，你的朋友呢？我的猎头朋友，他是搞法律的，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的，就是比以前经济危机的时候还惨，是完全没有需求，对呀，没有职位。你看啊，去年10月份我就预感到，所以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怎么样？我说我挺喜欢国内生活，受不了国外那种什么都要自己动手，什么我没有什么生活情绪，就是喜欢工作挣钱。然后呢，我就是他。后来我说那不行怎么办？他说大不了回国内3、4线。然后呢又也是一样啊，说你看第一代移民很辛苦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家底，对吧？他说大不了呢，他说国内反正都是太卷，我觉得很正常啊，任何好资源都有竞争选拔啊，他已经习惯了艰苦奋斗，什么现在还有时代红利、国家红利。什么？虽然大家戾气很重，他说我就当成修行。哎呦，我就说了一大堆。好了，我那后来就跟他在教你做人哎。对，那我因为很有关系，还是挺好的，你知道吗？那我像这样的算了，我闭嘴不说了。但是没想到这前2天他主动跟我发，他发的反而我这回话少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问我说，他说这个东南亚，他说你在马来西亚有什么这个生意怎么样？我说我也不懂，我现在只是做这个 YouTube 嘛。那我说怎么了？你想法有这个变化了，对吧？哎呀，他说国内现在一片哀嚎，完全挣不到钱，就半年。我说你不说经济这个会恢复嘛？他说不会，国际形势啊。然后呢，好，我说那你不说要回3、4线嘛？我害怕他生气啊。我说不要这个生气啊，我只是好奇，因为当时这些话都是你说的。他说不行。缺乏拉动经济的大马车，我再问，我说你不是讲有时代红利吗？他说时代红利是70后最多，我们就踩到了一小波，我们是80后。好了，我想，这个思想有点转变了嘛。然后是不是人家不是说要努力奋斗吗？对，反正我感觉他思想有点变化了，知道吧？所以我就跟他说，行啊，那你可以出来看看嘛，这个像我一样嘛，你可以先休息一下。结果好了，人家说。没有，他说我就还是要在上海，我这个不会变的。他说我就看看其他国外有什么生意。哎呀，我说那你何必出国？那你这个投资好。他说别谈了 ，A 股亏了40、50万，我又觉得思路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讲的美股，他讲的 A 股，就这个故事，所以没办法，我又没办法跟他谈下去。我看他这样的人，你那个朋友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朋友他们觉得说。不能来马来西亚，首先是工作。他们觉得虽然是在客户公司工作，但是要去申请到马来西亚的职位，首先要等马来西亚职位放出来。所以他们说论资排辈的话，慢慢等。那这个时间上不保证。第二个就说到自己在上海都是买了房子，挺大的，挺好的，改善型居住。
然后背了很重的房贷。他说房贷怎么还？接下来就是考虑说小朋友的这个阿姨照顾的这些帮手怎么请。再下来说我爸妈不愿意来啊，那我们怎么来啊？就不来了。哎，你也发现吗？他是企图要复制原先的生活、原先的思维，包括他的工作。可问题这里有矛盾啊！如果这些都复制的话，你出来干嘛？他想解决什么问题？出来再赚大钱啊！那在国内不好赚。就是国内碰到了挫折，所以要复制昨日辉煌啊。那所以本质跟我朋友是一样的，对吧？其他不想变，身体不想变，思想不想变，但是呢，就想换个地方赚大钱。但是他忘了，这样我朋友自己讲的时代红利啊，那可惜时代红利结束了，是那个时候这个好那个好，有一个环境他才赚到了钱。这个我觉得要一定要认清嘛。我觉得你的脾气还算好。如果我有人这么跟我说什么，你肯定拉黑了。人要拼搏什么，我可能就直接怼他了。我前40年的人生已经很拼了，那我拼搏的意义就是为了我可以提早退休，享受我的生活。我觉得那个是他如果在我面前讲这样的话，我真的会把他拉黑。我们是异类，你知道吗？像我们这样想法的人不多。那么我们呢，无非就是在来马来西亚的过程中确认了 ，OK。我们和在原先生活的中国很多人比起来是异类，但是我们很安心，你觉得对吗？因为正常的生活是这样，你是开一个店，晚上要停业的，你开一个店是要这个有1到2天休息的，这个是要正常生活吗？休息是罪恶的，懂吗？我们是要7乘24小时，这样财源滚滚来。对，那个是原先的生活，但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那是你的问题。如果说大部分人在这中国有10几亿人还在那边生活，你出来的人就是你没有拼搏的能力，你没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个是被告知的，我知道你转述的是你朋友的观点，对吧？不，这是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我们是因为去别的国家不够格，没有钱，被那个美新、澳加这些地方拒绝了，碰了壁，我们才在这边，我们是失败者。那事实我们没有碰过地壁，我们也没有去尝试那个，但没有钱咋了？没有钱我不能追求我们喜欢的幸福生活了。就是没有钱你就不能说某一个国家好，因为你是在这个国家受苦，然后你叫别人来是骗子。但他逻辑有问题了，人家对吧？他的这个逻辑有问题，又诉诸了这么多情感，像我们这种真的是少数，对吧？我们是真的是希望别人生活好，跟别人介绍马来西亚。如果你愿意的话，多一些勇气。倒没有说要去拉别人，这倒是没有。其实你看，大把的人其实还是这个根本就不愿意生活在他自己的这个认为的价值观里。我就不说幻境啊，什么虚幻的，到时候又被骂。对，而且我想说，我们只是不去受制于他人，不以一种传统的方式生活，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倾向说用钱来生钱，然后去创业，对吗？对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能说传统的工作就是工作，而我们现在这种方式，它就不是一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方式。对。